我们这款霞粉色的泡芙连帽毛衣是从帽子往下编织的，是一个插肩袖，用了6团松鼠绒的线，适合2到3岁宝宝去穿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款插肩的泡芙连帽毛衣。那这款毛衣我们是从帽子开始编织的，这里我们准备的是3股的一个松鼠绒线，针的话是4.5毫米的一个棒针。那现在我们开始起针，把这根线放到我们的左手，在食指上绕个线圈，然后把长线从线圈套过来打一个结，线圈套到我们的这个针上去。好，开始来起针，就起上下针就可以了。第一针向下圈，绕线勾出，好，拉长以后套到左针上去，套上去以后线圈不要拉紧，好，等右针穿进去。第二针从下往上穿2根线，再把线轻轻带紧，再绕线勾出，勾出的线圈拉长，套到左针上去。第三针从上往下穿，也是穿2根线，等针穿进去，再把线轻轻拉紧，接着绕线勾出，好，拉长线圈套到左针上去啊，每次不要拉紧，等针穿进去以后，好，再轻轻拉紧，一定要记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下针。上下针的话，当这根线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向下穿的是2根线。好，当这根线在下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把针放到线下面去，从下往上穿，带紧线，绕线勾出，好，拉长套到左针上去。我们套上去的一个线圈就代表1针。那这里我们一共起78针。好，我们就数78个线圈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自己把这78针给它起完。好，我们78针起好以后数一下，这里一个线圈就代表1针，然后我们2个线圈就2针，一共是78个线圈。但是我们起了上下针也要注意一下，凹进去的这一针是上针，凸出来是下，凹进去是上，上下这个顺序不能错啊。那我们织完以后呢，织一排上下针，第一针线在下面，说明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下去织。好，那第二针就是上针，把线绕上来，向上去编织1针上针。好，织完以后把线放下去，第3针就是下针。那我们按着这个我们上下针起了这个花纹去给它编织1行上下针啊。上针织完，把线放下去，再织下针。好，下针织完，把线绕上来，向上织针上针。好，1针上1针下，大家自己把这一行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还有1针上针给它完成。好，完成以后翻卷织物。现在开始我们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第1针调，然后后面的全部编织下针啊，像这样一针针的去编织下针。好，一共编织10行下针，全部向下去编织，正反都织下针。大家自己把这10行下针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第1行下针还有几针，我们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第2行的话也是编织下针的啊，第1针调，然后呢，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这是第2行，剩下还有8行，大家自己去完成，一共完成10行的这样子的下针，全部正反都织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第10行还有几针，我们给它完成。好，完成以后我们来数一下啊，就这个疙瘩1、2、3、4、5，两面都是数这样1、2、3、4、5，那我们就是完成了10行了。那现在开始我们来织上面的这个花纹。这里说一下，这个是我们额前的那个帽边啊。现在开始正式织花纹。花纹的话，它是这个正反的话都是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这样去编织的，是6行。好，这是正面，我们给它全部编织下针。
啊，把这一行下针给它完成。第一针都是挑的啊。好，我们这一行最后一针了。好，正面织下，反面就织上，翻卷织物。第一针给它挑，每排的第一针都是挑的啊，是上针就上挑，是下针下挑。好，反面织上针，记住正面织下，反面就全部向上去编织，这样子完成6行，就是相当于正面织3行，反面织3行。我们把这6行完成以后，再来排这个泡芙花。好，我们正面3行，反面3行，一共6行完成。现在开始来排泡芙花。第一针挑，好，1针、2针、3针，第4针放。好，第4针，1、2、3、4，从上往下数第4个 V 字圈进去，然后把这一针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好，勾出这个线圈不要拉很长啊，稍微给它带紧一点，跟线圈一样松紧就行了。那后面都是重复着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好，1针下，2针下，3针下，然后第4针放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把它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。这时候针上面圈的是一个线圈，我们绕线从这个线圈里给它勾出来。好，勾出来以后，后面继续重复织1针、2针、3针下，然后第4针放看一下1个 V、2个、3个，第4个 V 圈进去。好，这一行的话就重复这样子去编织就可以了。好，织完一个花，它就相当于4针一组花啊，织3针下针。好，第4针放1、2、3、4，第4针从上往下数，数到第4个 V 字圈进去，放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那大家自己按照这个规律把这一行完成。好，这里还剩下几针，我们给它完成。1针、2针、3针，第4针放。然后这里还有1针边针啊，就一头一尾有1针边针，我们织下针。大家也可以最后这一个也不挑花也可以啊，我这是挑了的。然后我们织完一组花以后，反面织1行上针，正面织1行下，反面1行上，正面1行下，反面1行下，一横上，一共是织5行。把这5行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排第2组花。好，那么示范一下啊，上针第1针上挑，然后中间全部编织上针，全部向上去编织。好，上针、下针、上针、下针、上针，把这5行完成。我们再来排第2组。好，我现在5行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织第2组花。我们第2组花放针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上一个泡芙中间1针是这里啊，是第3针。好，我们第1针挑，第2针织。好，第3针看到啊，从上往下数1个 V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第4个 V 字圈进去，然后把它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，好，4根线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好，然后我们在后面的话就重复3针下针。好，第4针放之前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。你看上一个泡芙的话就是3针，1、2、3，那我们就是上一个泡芙中间1针，从上往下数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圈进去。如果你圈的不对，你就放不出来4个杠杠的啊，1、2、3、4根杠杠就是正确的，然后绕线从这个线圈给它勾出来就可以了。后面就重复，就是大家一边织的时候一边要注意一下，我们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永远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1、2、3、4，
好，从上往下数第4个孔孔穿进去，然后绕线勾出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行的话就是第2组泡芙啊，就重复排好以后，前面排好以后，后面都是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，把这一行完成。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我们排到这里3针下，然后放花，最后剩3针，给它织下针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第2组泡芙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说一下这个花纹。这个花纹就重复第1组花和第2组花去循环去编织就行了啊。我们这里的话编织5个泡芙，这5个泡芙啊，第3个就是每次织完以后呢，就是织5行，这5行是反面一行，正面行，反面行，正面行，反面行。那这5行织完以后，又开始来排。那下第3个泡芙的话，就按第1个，好，第1针编针，然后织3针下，第4针放啊，一共就是前面就是1针编，3针下4针了，然后是第5针放，这个要记住。然后第3组泡芙织完又是织5行，5行以后，第4个泡芙是跟第2个泡芙是一样的啊，先织2针下，然后第3针放。那第5个泡芙的话也是跟第1个一样的啊，1针编针，3针下针，然后呢第5针放。大家自己把这5个泡芙去给它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个泡芙花已经织了7个了，我们来量一下，这个有4寸，4寸我们就不织了。我这是第7个刚好织完，我把线剪断了。这边说一下，我这里用古黄色，下面织的是2针上2针下，这里是织了5个的啊，就是3寸7，没有4寸，然后我已经完成了。那这个帽子比较小，适合1岁多的小朋友去穿的啊，去戴的，1岁半，也是78针。大家喜欢这个边的就织这个边，喜欢上下针的边的我们就织上下针的边，都是可以的。现在我们来织帽子的后部分，这里是78针，我们把它分成3部分，每部分就是26针。为了方便大家去看，我把这3部分给它分开，每个部分给它去圈起来，圈26针。好，这个里的话大家自己先圈起来啊，分成3部分，每部分的话是26针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分成3部分了，这样子大家就看得比较明显一点。那我们要织的就是重复织中间这一片26针，我们是最后一个花织到这边来的，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织就得从反面织，织中间这26针。反面的话都是上针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针穿进去，然后把线套到针上去，然后给它勾出来，织上针啊，全部向上织。那一边织呢，就把这个短线头给它压上去，好，一上一下，再给它压下来。这根短线头压上去，放下来，就是放在我们的织线上面去。好，大家自己给它缠完。好，最后一针，我们跟这边的第1针2针并成1针，好，给它套到我们的这个针上去，2针并1针，好，织到中间来。中间的话始终不变的是26针啊，然后翻卷织物，好，继续
第一针正挑是下针就正挑啊，就向下挑过来，把线第一针拉紧，然后中间的全部编织下针。大家如果不想织泡芙花了，就全部织平针；如果还想织泡芙花的话，就继续织5行去挑花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中间全部编织下针。我们要重复编织的是中间这26针。好，也是织到最后一针来了啊，正面也是织到最后一针来了，然后和这根针的第一针给它2针并成1针，也就是给它减掉1针了。好，始终中间保持26针不变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重复我们第一行的反面的话，第一针是上针，我们就上挑，把线拉紧，然后在中间全部织上针，来回的织中间26针，然后把两边的针慢慢的和最后一针去给它减掉。我织的时候我是没有分到3根针上的啊，我直接用这个针圈起来的。这里分了3根针上的话就不怎么好弄，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看啊，给大家演示。好，最后一针啊，你看织到反面最后一针和这边的第一针，给它2针并成1针，先圈进去，然后2针一起向上织，织到中间来，中间还是26针不变，慢慢减少的是这两边的针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我们重复啊，织中间的，是正面的第一针就正挑过来，把线拉紧，然后中间织下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织到哪边的最后一针，好，和这边的第一针给它2针并成1针，给它剪掉。好，再接着反过来。好，大家自己把它织过来，织到最后一针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针来了，好，上挑过来，然后和这边的一根针的第一针2针一起向上织啊，它是上针。是在反面就向上织，然后说一下，这边我们织了5行了，要排花了。这个花是泡芙花还是一样的，还有就是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就正挑；是上针就上挑，一定要是挑过来啊，然后把线拉紧，然后织5行来排花。这个排花还是一样的，放的这一针永远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。1、2、3、4，从上往下数，第4个孔圈进去，再把放4根线，然后绕线勾出。好，后面的话就重复至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。1、2、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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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4针放。然后最后一针，这边还是要去减针的啊。
每一行都要去减针，知道哪边来了就和哪边的第一针，最后一针和这边的第一针2针并成1针。它就是重复这样，反面就织过来，最后一针和这边的第一针一收。那我们收到这边的话只剩13针的时候啊，两边都只剩13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演示后面中间减针。那大家自己把这里还有看一下啊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3。那我们要减到它是26针，要减到剩13针啊。大家自己把它减到剩13针的时候，两边剩13针的时候，那我们再来演示后边的织法。好，这个帽子的话，我们减针两边就剩下13针了啊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来减中间的针啊，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现在我们数的是两边都是13针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从反面给它织的，所以说我们两边剩13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在反面。26针减了13针啊，我们还剩下两边各剩下13针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减中间的针数，那每次织到最后剩2针。好，2针的时候，我们和这边的1针给它一起3针一起向上织啊，这样子相当于中间也减了1针，这边也减了1针。好，我们3针给它一起向上织，就一次性减了2针了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始终织的是中间部分。泡芙的话还是织5行就去给它排泡芙花啊，这个是不变的。好，正面织过来也剩下2针，把这2针先给它穿上，然后和这边的第1针给它一起3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这是1、2、3啊，这样子就相当于啊中间也减了1针，边缘减了1针，对不对？那中间的话，我们是26针减了2针，就是24针了啊。第1针是上针就上挑，然后中间都是上针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减5次，就是让两边只剩下13减5的话，两边就剩下8针。中间26针减5次的话，就是16针，剩16针。好，看一下，又剩2针，这2针和这边的第1针给它3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这边又开始排泡芙了啊，满了5行，看这是一个挑花的，那个 V 字比较长比较大，对吧？往上数1、2、3、4、5行，我们就开始来排这个泡芙。1、2、3、4，放的这一针永远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找中心那1针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前面留几针，大家按这个来织就可以了。
好，又织过来了，剩2针啊，每次剩2针，然后和这边的1针给它3针一起向下织。哦，我已经剪2次了，还剩下3次，大家自己去完成啊。剪到两边剩8针，中间的话就是剩16针，那我们再继续后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，两边都只剩下8针了，中间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针。好，那我们就中间就不需要去减针了。那我们继续来编织，剪两边的针，就跟刚开始剪那13针是一样的去。两边剩8针，中间剩16针，就是剪了5次了啊。好，那中间就不剪了，我们留最后1针和两边的第1针去给它剪掉，好像刚开始一样啊，只收两边的针。好，收完以后再翻转织物，重复织中间这一块。大家在织的时候，可以用2根针啊。我这是为了让大家示范，所以说我两边用别的针圈起来，重复织中间的部分，就是为了给大家区分开。大家怎么方便织怎么来，其实我们就需要2根针织就可以了的。我们拍视频为了让新手小白看得更仔细一点，我们把它分成3部分。好，重复织中间这16针，留最后1针和两边的第1针去给它收掉，一直收到啊，两边收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收到最后1针再来演示，反面织过来，最后1针和这边去收，正面织过来，最后1针和这边去收，收到最后1针。好，这个帽子的话，我们织了两边刚好都剩1针啊，我们把这1针。这个是正面织过来，我这里刚剪完，这里还剩下1针。如果我们中间这个已经超过两边的边缘了，它就不织了，那就是两边还剩下1针，这里剩1针，这里也剩了1针的啊。那我们圈在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在织别的时候2针并1针给它剪掉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帽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剪断。这边有短线的地方，我们给它打结固定起来，防止脱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挑针，挑这两边的针。那为了方便大家看，我也是给它分别去用3根针圈起来啊。中间这里的话就给它圈着，这是16针，然后两边还有1针没有剪的，一起放在这里就是18针。先不管它，我们来挑的就是这个边缘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从侧面看，这里是因为我们每排第1针都是挑的，它就有一个 V 字，一个 V 字，这样一个 V 字。那我们是要挑外面的啊，不是横挑这个，是只挑外面这1根线，每个 V 字都挑这1根线，这1根线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挑起来，这样挑1、2、3，每个 V 字都挑啊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那这边挑了25针，那我们把这边也给它挑25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得从反面挑啊。为了方便大家看，我这边也用另外1根针来挑啊，
也是挑着靠外面的这样子一个线圈。我们先把两边挑一样的针数。大家自己把它挑完。好，我们两边都挑起来了。那我这边才25针，这边挑了28针，那我这边再调整了一下，我重新挑，也给它挑28针。如果实在挑不起来了，后续我们去加针，加了一样多。那28中间16，那我们是72针。那如果说我们衣服我们需要织2、3岁的小朋友穿的话，那这些针数是不够的，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去加针。帽子我刚好织了一团线啊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的话就重新起一团线出来织。这里开始编织。那我这里的话是预计织85针，因为是外套宽松一点嘛。那我们72针，挑完是72针，那我们平均要加13针啊，让它变成85针啊。那我们先把它这一圈给它加成85针，一边织一边去加针，先给它针穿进去啊，把第一针给它套上啊，这样去织平针。一边织这个线头可以给它压着藏进去，2针、3针、4针，好，在第5针里面，1针里面织出2针出来啊，线头还是给它压上去，好，织一针不放，这一针不放，从后面去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那根线，哎，这一针里面就织出2针出来，就是加了1针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在第5针里面，1针里面织出2针出来，1，好，从后面去织，好，1针里面织出2针出来了啊，加了2针了。4，好，这第5针，1针里面织出5针出来，好，这一针不放，右针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好，加3针了。2针、3针、4针。好，这一针里面，1针里面织出5针出来，大家自己平均把这一行啊给它加完13针就可以了。就是你两边的话，我们刚才我这边是挑了25针，这边挑了28，那我又重新挑了啊，把这边也挑成了28。如果你实在挑不出来，那你到时候也要把，就除了加针的部分，还要把这28针给它补齐，补了两边一样多。好，那我们自己像这样子去给它加针，把这一行给它加成85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织到这里来，这里中间是16针，然后两边有1针没有剪的，我们这个的2针并1针给它剪掉。啊，中间该加针的地方还是要去加的啊。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，好，这里最后2针并成1针。好，剩下的这根针大家自己把剩余的针数给它加起来。好，这边的话我已经加了，一共就是85针。我们先把针数数一下，是不是85？是不是我们需要的针数啊？那是的话，我们来给它把记号扣挂上。这里7是门边，门边是7针，然后前片是10针，然后2针的经，我这里挂了一个记号扣。好，给大家数一下啊，2、4、6、7，这7针是门边，
2、4、6、8、10，这10针是前片，然后在这2的地方就是2根筋，我只挂了一个记号扣。然后肩膀是10针，2、4、6、8、10，好，然后又一根筋2针，我挂了一个记号扣。后片是23针，我们这里数23针过来，然后2针筋，这里就是2，好，这里挂记号扣。然后又是肩膀10针，这里数2、4、6、8、10针过来，然后又是一个2针的筋，挂个记号扣，然后就是前片的针数10针，好，2、4、6、8、10，这是10针，正后7针，这7针是门边，2、4、6、7，这是7针门边啊，刚好排好，把记号扣挂好。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挖领引反啊，那我这里是我们从这里织过来，织到这里来，好。织到这个1来，然后再翻转织过来，织到这边也有一个1了啊。这边我也给它写上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也给它写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衣领引反。好，它现在是在这个反面，我们给它织过来。这个前片这个门边这里正反全部编织下针，这7针啊，3针。4、5、6、7，好，其余的针数它在反面是上针，那我们把线绕上来，中间里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把这一排上针织过来啊。好，我们织到这边，就是这里最后一个记号扣2的这里来了。好，先把这2针记号扣的给它织完，剩余的就是前片和门襟的，数一下啊，2、4、6、7是门边，2、4、6、8、10就是前片这10针和门边7针。那我们1就引反1针过来。好，是上针，我们就织1针上针过来。好，织好以后，后面的就不织了啊，再翻转织物。好，这第1针是下针正挑过来，然后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把第1针给它拉紧。啊，这里起到一个消横的作用啊。那这记号扣这2针呢，我们在左右两边去加针。这里加针套线的方式啊。采用套线的方式，先右边加针，这2根筋大家也可以直接织平针。我这里织个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下针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。好，织完2针同时退掉，然后在左边去加针，就是把这根线看食指放到线下面去，然后从上面这根线针啊，从这里从下往上套上去，这就是加针。好，右边左边都各加了1针。那其余的地方我们全部编织下针，因为这里要加针，所以说我上部分我们就不织泡芙花啊，我们只在衣服的下部分去织泡芙花。这里的话我们就全部织平针。好，只要是记号扣挂了这2针，这2针就是中心点，在右边和左边同时去加针。先右边加针，右手顶线套上去。记号扣了这2针，我们去织个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下针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，织好2针同时退掉。好，左边加针。好，这是中间23针是后片的，我们全部把这23针给它织过去。以后每次正面的话，只要是正面啊，记号扣的地方都是要去加针的。好，又到了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了。好，又加针，右边先加针，然后鱼骨花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。
好，再在左边加针，这个不要忘漏了啊，左右各要加1针。好，这边右边加1针，记号扣的地方织个鱼骨花。好，左边加针。好，我们这里是正面啊，织过来了，也织到这边来了，我们也引反1针。好，那我们也织1针过来，然后再翻卷织物。反面的第1针是上针，我们就上挑，然后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上来，然后中间全部编织上针，这样子全部向上去编织。好，反面全部是上针，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自己把上针织过来，一直织到最后一个记号扣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这里来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最后1针引反的，它是这个比较明显的，这里有1针是我们加针，加针的话，这1针可能有点紧，不怎么好织，大家给它挑松一点，然后从下往上织上针。好，最后1针大家看到没有？最后1针，它有2个线，对吧？那它是上针，我们向上织啊，但是我们要织后面那根线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那根线，给它把这1针织掉，织上针。好，那我们织到这里来的话，又继续去引反啊，我们是从这里织，这是正面。好，反面从这里到这里，我们刚才引反了1针，这里再引反1针，你看一共有3个1，3个1就是说你每次只引反1针啊，引反3次。那我们这边又给它织1针过来，好，织针过来以后，再给它翻卷织物。正面第1针还是一样的正挑不织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去编织，这样子就2根线。所以说这里当做第1针或者最后1针是非常明显的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第1次引反的，这个是我们第1次加针的。好，这里再继续加针，这个是鱼骨花，就是2针的筋，自己可以把记号扣给它移上去啊，看不明白的话，来加针，鱼骨花每次正面去给它织，反面是织上针的，正面来织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2针同时退掉，然后左边加针。好，其余的我们去给它编织下针。所有的记号扣的地方就是鱼骨花2侧记得去加针，不要漏了啊！一共有4个记号扣，4个鱼骨花，就是这里筋的部分。先右边去加针，然后再织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。好，在左边加针，那中间都是下针啊，大家自己这个记号扣的加针自己去完成。我们一直织到这边再来演示，中间都是下针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我没有录，大家自己一定要记住去加针，织鱼骨花加针，不要漏了啊，这个是不变的。好，我们织到这边来，加针，织鱼骨花。好，再加针。好，这1针是我们引反的1针，最后你看也是2根线，代表的是1针，直接2针一起向下织啊，2根线一起向下织。那这边也引反1针过来，好，引反完以后再翻卷织物。反面的话，第1针是上针，我们就上挑，把线拉紧，看它就变成2根线了，对不？再从下往上绕线上来，再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反面全部是编织上针的，这里我们省略掉，后面就不录了啊，大家自己把反面织过去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好，看一下啊，所以最后1针的话，它是2根线，是非常明显的，但是我们要织后面那2根线，看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2根线。好，再引反1针过来，这是1针1针的引反啊，我们是从反面开始的啊，这是第3次。
好，3个1反面完成了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我们到正面来把这个1针给它引反。第一针正条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这里织下针、下针、下针、下针，一直织到鱼骨花这里来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加针的话，它这里有印子的啊，所以说鱼骨花的话是在两边的鱼骨花去加针的。鱼骨花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好，在左边加针。好，中间的话都是下针，然后剩下的这几个记号扣的地方记得去加针，我们不演示，我们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演示啊，大家自己一定要记住加针啊，跟这个记号扣是一模一样的织法。好，最后这里2根线一起向下织，好，正面也引反1针过来。那剩下的就是还有7针的前片，7针的门边，好，两边都是剩着针7针，门边7针的前片，就相当于我们两边都把这个3针啊，一针一针的3次引反完了。现在我们要引反一次性2针的，2针的要引反2次。好，现在我们从反面织过去，给它引反，大家自己把反面的织过来。好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我们反面织过来了。好，把最后1针啊，反面是上针，最后1针是向上去织后面2根线的。好，这里就引反2针，那我们就织2针过来，织1针。好，2针，2针织完以后再翻卷织物。好，正面第1针正条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下去，然后其他的就照织下针。好，记号扣的地方加针，右边加针，然后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然后在左边加针。那其余的3个记号扣的地方也是这样织的，我没有录，大家一定要织啊，不要忘记了。我没录的话，大家不要忘记去织。那我们自己织到最后一个记号扣这里来。好，织到正面来了，最后一个记号扣，右边加针，然后鱼骨花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然后织好2针同时退，左边加针。好，最后1针2根线一起向下织。好，反面先引反的2针，正面我们也引反2针过来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反面第1针上针上条，把线拉紧，从下往上绕上来。反面全部编织上针，织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又反织到反面这里来了，最后1针2针2根线的向上去织。最后1针啊，好，引反2针的要2次，这是第2次。好，把这2针织完，再翻卷织物。第1针正条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再去织下针。我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只演示一个啊，后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要加针。好，加针。织鱼骨花，好，再加针。好，后面的2个记号扣的地方就大家自己去完成，我们在最后一个记号扣再去演示。好，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了啊，给它先加针，再织鱼骨花。好，左边加针。这边织下针过来，好，最后1针，这里引反2针过来，就织2针下针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反面上针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织过去。好，织到这边最后1针。织后面2根线。好，这里我们引反3针，有一个3啊，2针2针的2次引反完了，最后一个3针。
好，剩下的就是7针，2、4、6、7是门边，我们先不织，好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第一针调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织下针。好，又织到记号扣这里来加针啊，加针，织鱼骨花。好，加针。后面的大家记号扣的地方一定要记住去加针啊。我们到最后一个记号扣再来演示。好，织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了，右边加针，织鱼骨花，左边加针。好，也引返最后一次。好，织3针下针，1、2、3，剩下7针，2、4、6、7。好，那我们再翻卷织物，反面上针上挑，把线拉紧，再绕线织上针。好，大家给它织过来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针来了啊，这是上针，就向上去织后面2根线，然后剩下的这7针我们给它织完，这里正反都是下针的，我们全部向下去编织。好，织完以后翻卷织物。第一针大家如果要成辫子，就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织下针啊。如果不想成辫子、成坨的话，就直接全部去编织啊，这个下针就可以了。我们成辫子，第一针上挑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，再织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这7针是门边。然后中间的就全部编织下针，不排花，全部去编织下针就可以了。大家如果不织泡芙花的话，要织其他花的话，就在这里要排麻花纽了啊。我们这里是下半身是织那个泡芙花的。好，记号扣的地方还是要继续去加针，我们这里准备是要加18次针的，所以说每次正面的话还是要继续去加针啊。然后那后面几个记号扣的地方大家自己去加针，我们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演示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给它把这里织完。好，剩下的这7针下针是门边的，正反全部向下去编织，直接织下针。大家记住，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啊，这第一针我们都是上挑啊，把线拉着，针放到线下面去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这7针是织下针的，4、5、6、7。好，一共是7针啊，正反都织下针，然后中间这个反面都是织上针，再把线绕上来，全部编织上针。然后正面的话，记住去加针。那我们往下织一点，再来演示这个记号扣啊，这个衣服的那个衣领引返，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已经完成，大家的话就往下去织几行，我再来演示记号扣，引是那个扣眼的织法。然后这个记号扣的地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去加针。我们一共要加18次的，所以说每次正面都要去加针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织完的一个效果啊！现在织到这个地方来了，这个是帽子，我们是从帽子往下织，然后挑起来，这是衣服的一个上部分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演示一个扣眼的挖法，先把这一粒扣子挖完，再来讲解。第一针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织下针，第2针，第3针。好，第4针，在第4针里面给它绕线加一针，加了一针就要减嘛，对吧？
那就第5针和第6针2针并成1针啊，给它剪掉。好，就是加1针减1针，就是扣眼的完成了。好，其余的我们就照织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只演示挖扣眼。加针部分的话，大家还继续往下去加啊，一直加，只要是记号扣这个地方，我们都要去加针，然后我们织完这一行。好，我们正面织过去，反面织过来，然后我们织到这个扣眼地方了啊，2、4、6、7，还有1针上针，织完。好，我们来演示这个加1针减1针这根线怎么去织。我们织后面那根线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如果你直接织这根线，这个扣眼太大了。我们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这样扣眼会小一点。然后其他的照织，每次扣眼都是这样子弄的，正面去加1针减1针，反面的话就是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这个第一个扣眼给它完成了。这边我们来讲解一下啊。那我这件衣服的话是3岁左右穿的，然后我上面是准备是加18次针。那我们刚才挖扣眼的时候刚好再加第10次，那意思上面就还有8次加针。8次加针的话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正面加嘛，反面没加，就相当于还有16行。那我们第一个扣眼在这里，第二个扣眼的话，等我们最后一次加针，就是在最后一次加针这里。比如说我们在要加第18次的时候，我们前面就挖扣眼，就相当于这里隔了是16行啊。那我们下面的下半身我是准备织50行的，然后一边织12行。那如果我这里的话都是17行加1次的话，这个最后一粒扣眼大概在这里，就是在一边的上面。如果是隔18行去加1次的话，扣眼大概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扣眼在这下一点的，那大家就隔18行去给它挖1次扣眼。那最后一个扣眼大概在这个地方啊。那我们除了第2粒扣子16行以后，后面我们都隔18行再去挖扣眼。这是扣眼的一个位置啊。那其他的我们知道哪里该需要去讲解，需要去出教程的，去录视频的，我都会去录的。扣子的话，我们这里就总共去讲解一下，大家按照这个去织就行了啊。好，大家加了18次针以后，我们就来分袖子。在我们分袖子这一行里面，我们同时去挖第2个扣眼，上挑把线放下去，是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，然后加1针，减1针，2针一起向下织就是减1针啊，加1针减1针，就是这是第2粒扣眼了。好，那我们织到这个第一个记号扣加针的位置来。好，加到这个加针这里了，我们就不用去加针了。这里是2根筋，我们分1针筋到前片来，另外1根筋就分在袖子这里。然后我们先准备1根线，如果没有其他颜色的线，就用我们织的线也可以，2股啊，就是比我们织的线要粗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圈起来，就这样圈在这根线上面。把袖子上面的这些针全部圈起来就可以了。
大家在织这个环形针的时候，拉的时候注意一下啊，不要去拉针头跟管子交接的那个地方，不要去拉。就是我们在织的时候，你看移的时候，尽量的在中间先移，然后移到这里来了，靠近这里接头管子这里，再往这里移啊，不要去直接去扯，避免把管子扯断。把线圈在大笔针上，然后用大笔针把这些袖子上的这些针啊，全部给它圈起来。那一直圈到这里，第2根记号扣就是经部加针的地方。这个经也是有2针的，也是分1针袖子，然后另外1针留的这个后片来。好，圈好以后，我们把这2根线给它绑起来，防止它脱落啊，给它绑起来。然后我们这里是前片，这里是后片，前片和后片连接的地方，我们加6针，一样的十字顶线。加针加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的时候不要拉紧啊，就轻轻的放，轻轻的拉，然后再去连接后片。后片的话，全部是编织下针的。好，大家移的时候，你看，先从管子这里慢慢的往这边移，尽量去扯管子啊，不要直接在这边直接来拉，先把这边的移过来。一直往这里织到这边，就是经部加针的位置。好，这个经加针这里你看一下啊，也是2针的，织1针后片来，然后留1针给它袖子，用这个把这个我们先前准备的这根线穿在这个大笔针上，给它弄成2股啊，粗一点的话，我们到时候调起来好织一点。好，再给它一样的，像刚才一样给它去穿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穿到这个经这里啊，也是一样的，经1针分到这个袖子上，1根分到前片去，
两根筋就对半分了。然后一样的把这个线给它绑起来，固定起来啊，就防止它脱落。这个一定要注意给它绑起来。好，那这里是后片，这里是前片，后片连接前片，一样的去给它加6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放得很松啊，我没有去拉紧的，不要去拉紧。好，这里给它织下针。这个分袖子这一行的话，我就是全程都演示了啊，因为有的新手的话就演示一半呢，可能不懂，所以说我这里全部给他展示了。啊，像这里的话，我们也是从中间慢慢的给它包过去啊，不要直接在这里来拉。正面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分袖子完成。那刚才我们分袖子了，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，反面的啊。来，第一针上挑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剩下的6针织下针。好，2、4、6、7针织完以后，剩下的都是上针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织到这里来啊，我来演示这6针。好，我们织到这6针来了，大家织的时候也是织上针，只是轻轻的放啊，2根针不要拉很长，你看，全部编织上针，织1针，这样子轻轻放，2针的距离不要拉长，不要分开。好，这6针织完。然后这里全部都是上针啊，我们织到这边再来给它织演示一下啊，主要是演示这个扣眼，这中间全部都是编织上针的，大家自己织过来。好，到了这个门边扣眼的地方来了，这是第2粒扣眼啊，和第1粒扣眼一样的，就是这根线，我们去织后面那根线啊，你看，这样子的话，它这个孔空就比较小一点。如果直接织上面这根线，孔空太大了，扣眼扣上去扣子会掉。好，那我们第2粒扣眼的话也完成了，分袖子也完成了。那大家的话就正面反面正面反面这样子啊，再织4行，然后我们再来排泡芙花，就是一共是6行啊。我们刚才已经正面反面织了2行了，对不对？那还剩下的4行，正面2行，反面2行，大家自己织过来。织了以后，我们再来排花。然后说一下扣眼，我们这里安排的是2岁左右小孩子穿的啊，如果不胖3岁也可以穿。那这里上面是加18式针，织的是36行，下面的话一般是46行，但是呢我们多放了几行就是50行。那扣眼差不多就是18行啊，给它挖一次扣眼18行，间隔18行以后，在第19行里面去挖扣眼就可以了。大家自己按着这个行数去数了挖扣眼，那后面的扣眼我就不演示了。我们接着把这4行织完，我们只演示这个泡芙花的编织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6行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开始来排这个泡芙花。第1针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这7针是门边啊。现在开始排泡芙花，我们先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。这第4针从这里开始数，1个 V、2个 V、3个 V， 第4个 V 穿进去，然后把这第4针放掉，然后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然后针上面这里有个线圈，我们绕线给它勾出来。
好，勾出来以后，这个线圈不要拉很长啊，线圈刚好跟针一样大小，就是相当于我们织下针这个松紧就行了。这个线不需要用进去拉紧，就轻轻带着就行了。那后面就重复织1针、2针、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，看一下1，你从侧边数，这样1个、2、3，好，第4个在这里，我们从中间圈进去，好，放掉。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好，针上面圈了一个线圈，我们绕线从这个线圈里勾出来就可以了啊，线圈刚好跟针大小吻合，这个线轻轻带着就行了，不要用进去拉紧啊。好，1、2、3，后面重复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那我线为什么一放就给它掉了呢？是因为我的手是偏松啊。好，看一下1、2、3、4，圈进去。好，圈进去我放掉的时候，我拉了一下啊，就这样拉一下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那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全部按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啊，它就是4针围成一组。大家如果说想要两边对称的，可以先数一下针数。我这里是没有数针数的啊，就直接是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，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。我们重复把这一行给它4针一组花去给它排完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行的话，我就是3针下针，第4针放3下啊，第4针放，最后我这里剩3针下针啊，然后把它织完。那我们反面的话，就除了这个一边，其他的全部是编织上针的。第1针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织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，好6针，其他的把线绕上来，全部编织上针。我们每次完成一组花以后，我们都要织5行，这5行就是上针一行，正面下针一行，反面上针，正面下针，反面上针啊，这样子把这5行给它去完成以后，又开始来排花，就是每次织完一组花都是要织5行的，就重复正面反面正面反面啊，正面反面给它把这个织掉啊，把这5行织完，又来排第2组花。好，这5行的话都是织下针和上针，我就不演示了，我们给它织完5行再来排第2组花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排第2组泡芙。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。然后第2组泡芙的话，我们放的是上一组泡芙中间啊，3针中间这一针，我们中间就是我们一开始是3针下针，对吧？那中间1针就是第2针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织1针下针过来，第2针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好，给它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后面中间就是重复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。在放之前，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，上一个泡芙是3针，1、2、3，好，刚好是中间这一针，那我们就放心的去放它，找到第4个孔孔圈进去。好，后面的话就是全部就是只要你没有织错，你全部都是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第4针一定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的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对上了我们就直接去放。1、2、3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好，放掉。好，就重复啊，大家自己把这第2个泡芙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。好，边缘剩1针。好，那我们就第2组花就完成了。每次完成以后，又织5行，就是反面、正面、反面、正面、反面，这5行织完，然后继续来排第3组。第3组的花跟第1组的排列这个位置是一模一样的。那第4组就和第2组是一样的。
然后很多朋友如果织长了就不知道是重复第一组还是第二组了，那我们就看始终记住放的这一针一定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，你看放的这一针一定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就是记住这2个位置，第一个位置就是3针下针，第4针放第二组就是织1针下针，第2针放就重复这2个位置的编织就行了，就知道我们需要的这个长度。那我们这里的话是安排的是50行的，那大家的话就根据自己需要的大小去编织。我们织完的话再来给大家展示我织了多少行好，我这个泡芙花织了12个，量了一下有6寸，刚好6寸，然后我就开始织一边。这里也刚好在挖第5个扣眼，就最后一个扣眼，那我一边就不挖扣眼了。我这里的话都是相隔这样子数12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然后我们这里多了一个，我在这里给它把扣眼挖上，然后我们来排这个2针下2针上好，4针，然后呢，第5针和第6针2针并1针，那这个就是下针，那加的这一针也是下针，不放线下去直接绕线，2针下2针上2针下，加了这一针算下针，然后2针并1针，这一针也是下针，然后再绕线织2针上针。好。我们最后一个泡芙织完以后，然后再反面织过来的，然后就开始就排这个2针上2针下。大家在排之前数一下这个针数是不是刚好总针数是不是除了够4，除4余2也可以就是不能有单。2下2上把这一行全部这样子给它排完就可以了。如果有单的话，我们就要去给它减掉比如说，是120针除了够4，或者是122针，除以4余2都可以，就是不能123针好，这一行两上2下全部给它排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总针数的话，要除了够4再余2，然后就两边是对称的，就是我们开头是2针下，结尾是2针下，这就是4的倍数余2的意思。如果是4的倍数的话，就刚好是2针下，最后也是2针上。如果你要两边对称，多余的针数都给它减掉尽量总针数是除以4余2。那我这里多了3针，我就平均减了3针就是2针给它并成1针去减掉这样子平均去给它把这多余的3针去给它减掉就可以了。好，1针上针，2针上针，2下2上，好2下，好，意思就是开头是2针下，结尾2针下，这就是4的倍数余2。那我们反面的话和后面的几行全部按花纹去编织，看到疙瘩织上针，辫子织下针。大家如果是织1到2岁的，织10行就行了；3、4岁的织12行。我这件衣服是3、4岁的，我就织12行那第一针的话，我们都织是上针，我们就直接织上针，也可以挑辫子，这都可以。好，是下针，我们就织下；是辫子就织下针；是疙瘩，我们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那这个上下针的边大家就自己去完成，10到12行都可以我们到收尾的时候再来演示。好，我这里的话加上这个衣边是7寸，差不多就是3、4岁小孩子去穿的一件衣服的大小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收尾，我这个衣边是织了12行收尾的话，我们用一根短针，第一针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织。我们把第一针当下针，第二针就当上针，就向上织，然后把线
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放掉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好，两针的每次第一针我们都向下织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，这是上下针收尾。第二针向上圈，把线看一下啊，我是直接这样子，线拿着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第一针向下，直接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这个线啊。圈进去以后，左手把针捏着，右手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给它勾出来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，向下圈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。大家的话就按着这个顺序给它把它收完，收的时候松紧，给它稍微给它紧一点点啊。就是每次就是我们不是两针上两针下吗？无论是两上还是两下，第一针我们都向下，第二针我们就向上，第一针我们就向下，第二针我们就向上。好，那大家按这个规律把它全部收完，我们收到最后几针来给它演示。好，我收尾收到还剩下几针，我们给它示范完。第二针永远是向上织，第一针永远向下，第二针向上。好，最后一针把线圈拉长，然后把线剪断，线条啊，这个线头从这个线圈这里穿过来拉紧。然后我们再把线藏起来就行了，用大鼻针穿起来藏，或者是用我们织针去藏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子去给它藏进去啊。这个藏线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，大家自己藏完就可以了。衣服的正身部分我们完成以后，我们就来织袖子。这个袖子我们挑起来以后啊，我是第一次我们是织了6圈以后，在第7圈去减针的，以2针为中心点啊，左右两边各减1针，一次性是减2针。然后呢，第二次的话，我是织了5圈，在第6圈去减。第3次也是织了5圈，第6圈去减。好，减了第4次，减了5次。大家减针的时候，减了5次针以后，我们要数一下还剩下多少针，因为我们下面是要织这个泡芙花的。泡芙花的这个针数的话，要除了够4啊。如果说你在减第5次以后，你的针数不能除以4，那你第5次就不减啊。如果说你减完5次针以后，刚好是4的倍数，那我们就把第5次针减完以后啊，我再向上向下再去织5圈，然后就开始织泡芙花。所以说我这里减了1、2、3、4，已经减了5次。5次以后向下去织5圈，在第6圈里面去织第一个泡芙，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后面的话，泡芙花都是隔5圈，第6圈织，跟正身是一样的啊。正身是片织的，也是隔5行去织一个泡芙。那我们圈织的话，也是织5圈，然后去再排这个去挑这个花，织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我这里是剩下的是减了5次针，就是减了10针，每次是减2针嘛，那我剩下的是48，这里是48针啊。48针织完这个6个泡芙的话，跟衣服比的话是一样长了，一样长了以后我就不织了。那我们就来织袖口，袖口这里我平均去减了8针，袖口是40针，40针刚好是2针下2针上，也是4的倍数，刚好除了够4啊。那我们就是这个袖口是40针，织的是10圈，然后再收尾的。那现在的话，我总体讲解完以后，我们再来根据我的视频，大家啊一一跟着我视频去织就可以了啊。先把这个解开，然后把这根
针线啊，给它圈起来，看一下，就是线上面圈的这些针，我们全部给它圈起来就行了，分别圈到3根针上去。穿一点的话，我们就把这根线拔出来一点。好，那大家自己把它平均圈到3根针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现在把它分别圈到3根针上了。我们这2根针可以多圈一点啊，因为它是要去减针的，这个可以少圈几针，这个都无所谓。好，我们袖下这里的话是加了6针，那我们也是要在这里去给它把这6针给它挑起来的啊。大家找到这6针，1针、2针、3针。好，这边是左边的3针，这边右边的3针先不穿，我们先穿这个左边的3针啊。找到中间这个地方，给它圈进去，然后把线给它套上，勾出来。好，找到第2针，圈进去的时候把线头压上去啊。2针。3针，然后过渡的这个地方，大家如果过渡的比较多，这里就去挑1针起来。如果说你去给它织上去以后，哎，这里没有空缺，你就不用去挑啊。我这里就直接给它织，没有挑的。有时候大家织的松啊，这个过渡的这个地方比较大，大家就给它挑1针或2针，但是挑起来就要给它去减掉，那是多余的针数。我这里没有挑的话，我们直接织的，就不用去管它啊，直接织，不用去减针。我们先把它织过来。不放线不好织啊。好，织完这中间2根针，然后我们到了这个袖下这里来了。过渡的地方我们也不去挑针，直接的找到这边的针去给它把剩下的3针给它挑起来，1针、2针啊，给它3针挑起来。好，最后3针和开头3针就是袖下的6针，好圈起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袖圈的总针数。然后我们就圈织，这里已经织了1圈，就是也要算的啊。那我们还织5圈，织5圈以后再来减针。大家自己把这5圈下针给它织完，全部织平针，也叫下针，全部向下去织啊。织5圈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收针。好，我们来教大家数一下这个6行怎么去数啊？看这样子，一个 V。2个，3、4、5，第6圈在我们的针上，那这就是织了6圈了。然后我们开始减针，把第1针当做中心点，先织第1针，然后第2针和第3针给它2针并1针。好，然后我们其他的全部编织下针。这里织下针，织到最后1根针剩3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减另外一边的针。那这里都是平针织过去，大家自己织过来啊。好，每次的话到最后1根针剩3针的时候，我们第1针和第2针2针并1针，好，最后1针当做中心点，织1针下针。好，就相当于开头1针和最后1针是中心点，左右两边去减针。那我们减完1次针以后，在这里挂记号扣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
2针剪成1针的，我们可以挂到这里，把记号扣挂到这里。然后我们到时候从这个辫子往上数啊，数6个辫子，我们再来给它去剪第2次。如果大家能记住的话，就是织5圈；记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来数，教大家数。那剩下的5圈大家自己去完成啊，织5圈平针，再来剪第2次针，这5圈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我们已经织5圈了，来教大家数一下。记号扣挂的地方是我们2针并1针的地方，从这个2针并1针上面这个 V 字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6圈在针上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开始减针，第1针织中心针，然后第2针和第3针2针并1针。好，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记号扣挂到这个地方啊，每次挂到这里，然后从这个线圈这个圈圈往上数6圈，然后又开始减针。我们等会儿挂，然后剩下的全部编织下针，直到最后一根针剩3针。好，剩下3针了，第1针和第2针2针并1针，最后一针当中心针。好，那我们第2次针剪完了。大家把记号扣给它取下来，挂在我们第2次减针的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2针并成1针的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去织5圈以后来剪第3次。这边说一下，我袖子的话是52针加上下面挑的这6针，就是一共是58。58我们剪5次针。每次剪2针就是剪了10针，所以说5次针剪完以后我是48针的，大家当做这个数当做一个参考数啊。把5次针剪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再来织这个泡芙花。这个后面的话都是每次都是隔5圈去剪，一共是剪5次啊，我已经剪了1次、2次了，剩下的3次大家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这里的话剪了5次针以后，我们再向上织了5圈，然后我们开始要织这个泡芙花了。大家自己一定要数同样的这个行数啊，比如说我们剪到第5次针以后，这个数这个 V 字一共是多少个 V， 从这里开始数啊。我们比如说这里到这里是30。所以说我们另外一个袖子在剪第5次针的时候也要数30，然后再向上织5圈，然后我们开始来排这个泡芙花。泡芙花圈织的话就是一样的，给它先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花，1、2、3、4，第4针从上往下数第4个 V 字，好穿进去放掉，挑1根线。2根、3根、4根，然后再绕线勾出，勾出了线圈，跟这个线针粗细一样啊，就不要拉很长，也不要特别用劲去拉，就刚好跟针大小吻合就行了。那后面的话就是重复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，所以说一定要数一下针数啊，针数是4的倍数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。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圈进去，好放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，后面就重复1、2、3，3针下针，然后织1、2、3、4，放1、2、3，然后第4针1、2、3、4，从上往下数，好放的是4根线。再绕线勾出，那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完成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圈的话，给它刚好就是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刚好是给它排完。排完以后呢，我们接着继续往上去织5圈，片织的话是5行，然后圈织的话是圈织5圈。那大家的话就全部织这种平针。啊，我们织完5圈以后，再来排第2组。好，我们来数行数，还是一样的。这个挑花的这个 V 字是非常大的，我们从这个 V 字
上面的一个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，第5个再针上，这就是我们织了5圈了。大家自己每次都是可以把记号扣挂在这里啊，也可以挂记号扣，从记号扣这里往上数1、2、3、4、5，或者是从这个很大的这个 V 字挑花的这个 V 字往上数1、2、3、4，第5圈是在针上的，那我们就又开始去挑花了。一样的，第2组花先织1针，第2针就是在上一个3针的中间这一针，也就是第2针放啊，1、2、3、4，给它圈进去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来。好，后面的话就是重复织3针下针。好，第4针放，在放之前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中间这一针，是的话，那我们就数第4个孔空圈进去，再放掉。只要我们把第一针给它排好了，后面的话就是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啊。但是个别朋友一定要注意啊，放之前一定要数一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，是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去放了，如果不对那就肯定是哪里排错了。那这个泡芙的话整体就是第1个就是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第2个就是织1针下针，第2针放，后面重复3针下，第4针放，3针下，第4针放。那我们就是重复1和2两个泡芙这个位置去重复编织。我们这个袖子的话一共是织了6个的，大家自己把这6个完成就可以了。完成以后我们来织袖口。好，我们现在6个泡芙织完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我们就开始织这个袖口。在织袖口的时候，我们要减点针啊，这里是48针，我们袖口留40针，所以说我们要减8针。那我们平均6针之内就要减1针啊，把它分成6部分啊，8部分啊，8份，2、4、6，这6针之内就要去减1针。好，我们去给它去减针，一边排2针下2针上去给它减针，2针下，好，2针上，我们在这2针里去给它减1针，这个就相当于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了。好，2针上，5针了，6针，这6针之内去减了1针，那后面的话我们就重复这样子啊。2、4、6，在这6针之内去减1针。好，我们已经有1针下了，再织1针下。好，2针，这里给它2针并1针，我用手在这里给它比划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下一个6针，2、4、6，这6针之内去给它减1针。但是我们排的时候还是继续排我们的2针上2针下啊，2针上2针下，我这里2针并1针。好，这4针之内减。好，5针6针在这里，这里1针下了，我们还要织1针下。好，再织针上。好，下一个6针，2、4、6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继续，还差1针上针，我们继续把2针上针织完，下针。好，再2针下针去减啊，反正在6针之内去减针，无论你是向下还是向上都可以。好，再下个6个6针，2、4、6，这6针之内我们去减1、2、3、4针了，5针了，好，6针，好，我们继续到下一个6针里面去减。我们把它移过来啊，方便大家看。2、4、6，我用手指在这里给它
顶着，这里2针上1针下，我们还差1针下针，我们继续把这一针下针补齐。好，再织2针上针。好，再2针并1针，再织1针下针。好，6针之内去减了，然后继续2、4、6，这6针。好，6针之内去减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用手给它比划，就是方便大家去看的。2上2下，1下。好，继续6针去减，最后一个了。好，减完数一下是不是40针？好，减完了以后数一下是40针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去织我们的2针上2针下，一共织10行啊。我们这个织10圈，这个是在织第2圈，第1圈我们已经完成，一边减针一边去排的。现在我们开始织第2圈，第2圈的话，大家就看辫子织下针，是疙瘩就织上，辫子织下，疙瘩就织上，它就是2针下2针上去织10圈就可以了。那剩下的几圈呢，大家自己完成，织完以后我们再来演示收尾。好，我这个袖子袖圈是织了10圈，来教大家数一下，数这个疙瘩也可以。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第10个疙瘩在针上面这一圈，那就是10圈了。现在收尾，来说一下用线量，我这里都可以数得到的啊，这是12个花，然后这个是12行，这边是加了20次针。那我这里织到这个袖口这里的话，我们只织了8圈，6团线就用完了。说剩下的2圈的话，我是用另外的线拿来织的。大家如果是跟我一样大的话，在这个边边少织2圈，这织10圈，那6团线是刚好够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演示收尾。还是一样的，把第1针当做下针直接织，第2针向上织，把线从后面给它拿上来，这样子绕线，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每2针的第1针都向下织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第2针，第2针向上圈，把线拿上来，绕线。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第2针。收的时候这个松紧注意一下啊，不能太松了。这就是3岁小孩，4岁的话，如果不胖的话，也是可以去穿的这个大小。但是4岁的话，穿起来不会那么宽大啊，就穿起来刚好4岁的小孩子。好，然后我们接着来收。大家自己把这一圈给它收完，我们到最后2针来演示。好，还剩下2针，第1针向下，第2针向上。好，织完以后，把线圈拉长一点，然后给它剪断线。好，慢慢的给它拉紧，再把线条从线圈穿过来。好，拉紧线就可以了。拉紧线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线条穿在这个大鼻针里面，去给它长线。找到第1针，给它把这个第1针再穿到最后1针，然后固定起来，然后再把所有的线给它藏起来就可以了。
好，缠完线就断线，然后把所有的线头都藏起来。藏起来以后，我们来缝扣子。这里说一下缝扣子啊，我是从底下开始往上去缝的。缝的时候，我们把第一个扣缝好以后，这里直接去数，间隔10几个就数几个。我们这里都是间隔12个，就这里是13个，所以说我们就数1、2。数了12个疙瘩以后，我们在这里固定。这里已经缝了4个扣子了，我们再来演示啊。比如说这里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12个疙瘩以后，我们就在这里去给它把这个针线固定起来就行了。数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针线给它在这里横穿、竖穿，然后给它套上，这样子固定针线，然后把扣子给它穿进去。这个缝个2、3次啊，能穿4次的话就尽量多穿一点。我们用的是直接用了这个线和大逼针去穿的。好，穿3次以后拉紧，然后再反面来固定。然后把线头给它长一点。每次缝完扣子以后，我们都把线头给它长一点啊，然后给它断线，这样子我们整件衣服就完成了。记号扣可以取掉了。大家参考一下啊。穿的时候，一般这里扣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怎么扣的，可以取下来，扣第2粒扣子上。